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上一次小李哥带大家逛了半间的 Home Depot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把另外一半走完吧。这一集我们会讨论到水工、电工，80%以上的装修工程都会包含水电的相关工作，请大家一定要完整的看完这部影片哦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走到这里，我们就会看到地板。那地板呢有3种工人，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masonry 就是做瓷砖的，第二种呢就是做木地板的。如果正确的按照执照的分类的话，做木地板工人应该是 carpenter， 但是目前呢，木地板也是被专项的去独立出来的。有很多师傅他只会做木地板，他并不会做其他的木工，就是专门做木地板。木地板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卖地毯的。加拿大主要就是3种，第一个就是瓷砖嘛，第二个就是木地板类的，实木地板、工程实木地板、强化地板，还有 SPC 地板，都是属于木地板类的。还有就是地毯类的，那地毯呢也有专门的地毯师傅。虽然现在有很多地板公司，同时提供了木地板、地砖和铺地毯的服务，但是呢，这3样工作完全是不同的技术。小李哥建议大家还是各自找专业领域的师傅来施工，这样比较稳妥。比如说现在很流行把地毯换成木地板，那你就找一位专业的木地板师傅来为你施工。浴室想要铺地砖，你就找一位专业的瓷砖师傅来施工。小李哥看过太多地板公司包场的工程，最后的装修结果实在是一言难尽。大家最好先选好装修师傅，再挑选材料，因为材料商呢，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认为最有利润的材料卖给你。但是一个好的装修师傅，他必须要负责您装修工程最后的成败，以及日后的使用以及保修。师傅的专业才是最重要的环节，你说是吗？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看到 paint， 那油漆的话就是油漆工啦。那加拿大这边油漆工跟亚洲国家不一样。刚刚小李哥说过，比如说我们像隔完一面墙，那我们在台湾就是木工把墙给隔完了，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就交给油漆工。油漆工必须要把我们隔出来的墙给补平，抹上补土，补平之后然后油漆，这些都是油漆工做的事情。在温哥华，一个油漆工他补土只会做一些小坑洞，但是那种做完结构之后的补土他是不补的。补土呢是刚才小李哥介绍的 drywaller， 就是做 drywall 的事情。加拿大的油漆师傅就真的只有做油漆，最多呢只会帮你补墙上的小刮伤，或是螺丝孔这之类的小洞。墙板的破损和新墙面的补土都是灰板师傅的工作。另外，室外墙的喷漆，它和室内墙的油漆的施工方法是不同的，不是每一位油漆师傅都能做到内外兼修。这一点您在估价前一定要问清楚哦。其他关于加拿大油漆相关的问题，欢迎大家观看这4部的系列影片，小李哥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哦。接下来的是 storage， 主要呢就是你的衣橱还有车库里面的一些层架。那这些衣橱和车库的层架呢，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己装，也可以请 carpenter 来做，也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边我们看还有一个大类，这个大类就是电器。Home Depot 这边有卖很多的电器给大家参考。为什么把电器也分开来？因为呢，修电器并不是电工的工作，电工是管家里面的电路配置、电器的安装和电器的维修，有专门修电器的师傅。在加拿大，电工是负责家里的电路相关工作，但这不包含电器。您家中的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，这些电器坏掉了，你要找的是专门的电器维修师傅，或是联络原厂来维修。但是以效率来说，您还是直接找维修师傅会快一点。有时候原厂虽然有提供保固，但是当你联系完原厂，
他就会寄一组零件来给你，您还是要自己找师傅装上去，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找专业师傅呢。接下来我们看 plumbing 就是水工。大家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水工是谁吗？就是玛丽兄弟，开玩笑。在水工的领域呢，也独立了出来的2个专业。第一个专业呢，就是做 HVAC， 那有人叫 HVAC， 就是所谓的管道系统。那这个 HVAC 呢，是有一张专业的牌的。那这关系到什么？家里面做风暖，只要有风的暖气、排风扇，只要把风抽出去，或把风循环，或把风带进来的东西，都属于 HVAC 系统。所以 HVAC 是一张独立的执照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也是跟水工有关系。在以前的认知也都是水工的工作，但是现在也被独立出来了，就是做瓦斯的工作。大家会想啊，瓦斯是气的啊，那为什么大家以前我们把它当水工？因为瓦斯要装热水炉嘛。那所以呢，通常呢做水电的一定要会去接瓦斯，但是呢，在加拿大这边呢，做瓦斯的已经是一张非常非常专业的牌了。如果你家里面的 boiler 就是烧水的锅炉出了问题，你要找的是瓦斯工。跟水工的材料放在一起的就是 base， 就是浴室啦。那这边我们看到水龙头、浴室，Home Depot 这边很贴心，把厕所放在这个位置，刚好做展示嘛。水工的执照分3家，就是水工、管道和瓦斯。这主要是因为这3项的工作都非常的专业，但是我们在施工上，这3种师傅的合作其实是分不开的。最常有交集的就是在做暖气和做空调的时候，比如说风暖 furnace， 加热的锅炉归 gas filter 管，进气和排气的管道归 HVAC 管。到了水暖呢，锅炉还是归 gas filter 管，但是热循环的水管就是 plumbing 的工作。还有我们说到这几年最流行的热泵换装，还需要配合电工，先把电路升级，回路安装完成，才能让 HVAC 来安装主机。最后呢，还要由 gas filter 来安装备用的供热系统。说来说去，水电暖这3项工作还是不分家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分散专业呢？因为分散专业就是分散风险。这样的施工当然会牺牲一部分的施工速度，但是呢，换来的是更加标准化和安全。小李哥相信，只要是能够让房子更安全，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电工 electrical。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电工并不修电器，电工是什么？接电线、电力的配置，或者是帮你家里面的电力扩容。在台湾啊，水电是不分家的，就是叫水电工嘛。水电师傅就是一张技术士的执照，但是加拿大这边水工是水工的执照，电工是电工的执照，它是分开的。啊，这里是放电工的东西。家中的电路分成强电和弱电。强电指的是120伏、240伏的交流电，就是插座、电灯、暖气用的电。弱电指的是直流电，就是电视、网络、监视器。这些虽然都是电工的范畴，但现在的电视网络公司，比如说像是温哥华的 Telus 和Shaw，都会帮你网线入户，还会帮您设定好路由器和电视，这样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的家庭使用。如果呢你要安装监视器，家庭剧院也有专门的公司可以为您服务。大多数的家庭电工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家中的交流电路，除了插座和开关，安装电灯、排风扇、暖气片等等，这也都是电工的工作。刚刚说到这2年最流行的热泵，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也一定要配合电工师傅一起来施工。还有一点很有趣，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加拿大电工执照其实分成家庭电工和工业电工。按理来说呢，家庭电工的工作都是低电压，工业电工是高电压。我们用想的就知道工业电工危险多了。照理说，工业电工的执照应该更难考，但是事实上却是恰恰相反。家庭电工要考所有的电工法规，当然这也就包括了商业用电以及工业用电所有的法规。但是工业电工就只要考工业用电的法规，也就是说呢，一个家庭电工可以去工厂上班，但是一个工业电工却不能在住宅接电。大家可能觉得这点没什么，但这一点就充分的说明了
加拿大是一个以人为本、人命关天的社会。我十分同意一个说法，就是加拿大的房子，如果论到装修的精美，绝对比不上中国或是台湾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如果讲到房子安全可靠，很少会有豆腐渣工程。在居住安全的这一块，是大家毋庸置疑的。大家看电工的附近呢，就一定会卖灯泡。灯泡后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seasonal 的东西，所谓的 seasonal 啊，就是它的季节性商品。那刚刚万圣节过去了，所以现在是开始卖圣诞节的东西。好，我们逛完了一圈 Home Depot， 大家会不会觉得加拿大装修的分工真的非常的细？也许有朋友会想，那我家里要翻新装修，那我不是光找师傅就要找到怀疑人生了？其实呢，还有一个专业叫做 Constructor， 就像小李哥就是一个 Constructor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帮客户拟定装修方案，整合每一种专业师傅，安排施工的顺序，以及确保施工的品质。工地里的每一项流程，我们都要监督细节，甚至呢还要亲自动手参与。所以呢，一个好的 Constructor 一定是经过多年的工地管理训练，千锤百炼的老手。如果您的装修工程想要施工顺利、品质好、完工准时，找一个专业、认真、负责的装修师傅是非常重要的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对您有帮助。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